我曾经真的相信天道酬勤，每天努力的读书，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，书上的重点画的到处都是，感觉学了很多，但成绩总对不起自己的付出。后来我发现90%的人都很容易掉进努力错觉的陷阱里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5个看起来很勤奋，实际上在浪费时间的学习方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每一种方法后面我都会给一个可以立刻替换的做法，让你少花50%的时间，学得更多，记得更牢。第一个陷阱，誊抄笔记。很多人习惯性的先买一套别人整理好的讲义，然后花几个小时把讲义上的重点整整齐齐的抄到笔记本上。抄完一页很有满足感，觉得今天没白学，以为抄得越多，抄得越久，就会记得越牢。抄笔记为什么没用？因为它是被动输入，你的大脑没有真正在加工这些信息，只是你的手和眼睛在运动。在抄写的过程中，主要完成的是复制，不一定发生了理解。看一句，写一句，整个过程很顺，甚至会觉得这些内容已经很熟了。这种熟悉感特别会骗人，因为我看过很多次，和我能提取出来根本不是一回事。真正有效的方法叫做白纸记忆法。读完一个章节后，与其再重新翻一次，不如拿出来一张白纸，默写你刚刚读的内容，尝试从你脑中提取出来。从记忆里把知识提取出来，本身就是一次练习。在脑科学里叫做主动回忆，顺序就是先回想，再核对，最后补漏。实验证明，它比反复阅读记得更久、更牢。你想一下，考试的时候要写题目，是不是要从脑中提取出来？是不是跟你平常练习主动回想的路径是一样的？背后的脑科学机制，我在主动回忆法那期有过深度的剖析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配合费曼技巧，效果更好。想象你的对面坐着一个完全不懂的小白，你必须抛弃所有专业术语，用简单清晰的语言把知识讲给他听。能够用自己的话清晰地表达出来，是判断是否真正掌握的黄金标准。想了解具体的操作要点，可以去复习费曼技巧那一期。现在我们来看第2个陷阱，频繁换讲义。很多人会经常换讲义，这本看不懂，换一本；那个课程不好，再买一个。觉得用不同的版本，自己读的内容会比较多，记起来比较好。但其实你的大脑一直在重新定位，那些知识点就会被切得很破碎，用的时候自然就很难提取出来，甚至会混乱不堪。你的大脑就像导航地图，你今天回家的路为什么记得那么熟？因为同一条路你走了很多遍。相反的，频繁换讲义就像你每天换一条路回家，走8条不同的路，那每一次都要拿着手机导航。但考试的时候，谁会给你拿手机导航呢？更实用的做法是一主一辅，选定一份适合自己的教材，反复读，直到掌握全部知识框架。再准备一份补充资源，只在某个概念看不懂时使用，问题解决以后马上回到主线。而且重复学习同一本教材，每一轮应该做不同的事。第一轮快速查看目录和章节，知道整张地图有什么。第2轮读完以后和上书回想，找出空白。第3轮通过问题、案例和练习把知识用出来，还要隔一段时间再回来提取。第3个陷阱，疯狂刷题。我上学的时候就每天很辛苦的做题，以为写的题目越多，分数就会考得越高，于是买来大量的题库，从第1页开始往后刷，不会的就看答案，订正完再做下一题。可过几天碰到类似题目还是不会，成绩也总不见明显提升。实际上，我们误会了刷题的意义。刷题应该是用来检测你会的东西，而不是用来学习的。在没有形成基本概念和解题框架的时候，直接去写题目，只是在圈错题，然后每一题都要订正，这本身就非常没有效率。比如刚开始学编程，连变量、循环和函数还没搞明白，就直接去刷算法题，你当然会卡住。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猜想、查答案、看别人怎么写，很难看见解题步骤背后的规律。
更有效的方法是先快速且地毯式的学习完整内容，建立知识地图，然后再通过题目去检验自己有没有学会，发现不会的地方，再去用回忆法看那些讲义。所以建议你把70%的时间用来打基础，建立知识框架，30%的时间用来刷题、检验和巩固。同样都是刷题，先过一遍基础概念，效率会大幅提升。第4个陷阱，把滑手机当成休息。很多人都不怎么会休息，学累了就顺手拿起手机刷短视频或者追忆集剧，觉得这样可以放松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每次做完这些事再回去看书时，都觉得脑袋乱乱的，大脑根本没有得到休息，甚至比之前更累，更不想学。因为滑手机获取多巴胺就像精神麻痹，并没有根除疲劳。学习已经让你处理了很多信息，滑手机时又立刻喂进一批新的画面、声音和情绪，你的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，处理大量信息。真正的休息很简单，就是睡觉或者纯粹的放空。我有一次可能因为学习太累了，趴在桌上睡了20分钟，醒来感觉脑袋超级清晰。我发现小睡才是最好的休息方式。脑科学研究发现，我们清醒的时候，大脑的代谢活动会产生一些有毒物质，而在我们进入深度睡眠时，脑细胞会收缩，细胞间的空隙变大，脑脊液会像清洁工一样冲刷并带走白天积累的垃圾。所以学习很耗脑力，真正能让大脑恢复的不是娱乐刺激，而是让它彻底安静下来。如果真的很累，就闭眼小睡一会儿。这里有个小提示，你可以去听一点白噪音或者脑波音乐，可以让你更容易进入放松状态。第5个陷阱，知道方法却不行动。你可能看了很多的学习方法，买了很多课程，收藏了很多文章，为什么还是没有进步，或是进步幅度不如预期？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你没采取行动，你只是觉得，哇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原来有人是这样学习的，原来真的可以进步成这样。但是影片里的那些方法，比如主动回忆、费曼技巧，你真的有去尝试吗？还是你觉得主动回忆太费脑子，然后想，我还是再多花一点时间去读好了？你可以算一下，假如重复阅读的效率是 0.2， 花10个小时产出是2，但主动回忆的效率是 0.6， 花4个小时产出就是 2.4， 直接超越别人。你不愿意尝试，是因为人们不想改变，这是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厌恶不确定性，但成功的人往往愿意承认现有的方法不够好，并去寻找尝试更省力的新方法。学习从来不只是为了应付一场考试，更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口号，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急速迭代的世界里，学习是为了不再被困境摆布，真正拿回人生掌控权。所以看完这个影片，不要点个赞就划走了，立刻选一个方法，今天就试一下。比如读完一个章节，合上书，拿出白纸，写下你刚才读的内容，就这么简单。